各位健康之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志霖。今天我怀着非常急切的心情来录这期视频，因为有一件天大的事，关系到咱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下半辈子的安稳，它直接关系到咱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保命钱，还能不能安安稳稳地留在自己的账户里。要是因为一时疏忽被骗，那真是比割肉还疼。过去咱们总以为只要把银行卡收好，密码谁也不说，就能防住骗子。但志霖必须提醒您，现在骗子的手段升级了。如今出现了一种最新、最隐蔽的骗局，哪怕您的卡和密码都保管得好好的，账户里的钱也可能在您眼皮底下被转走。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案例，让不少老朋友损失惨重，后悔莫及。如果您和家人有存款，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就请一定把今天的内容听完。在开始正题前，也想请大家给咱们健康之道一点支持。这个频道一直希望能守护大家的健康和钱袋子。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对您有帮助，请您动动福气的手，点个赞，在评论区打出平安健康，再点个关注。您轻轻一点的鼓励，就是我继续为大家收集防骗知识，做好内容的动力。咱们家人越多，力量越大，多一个人看到，就可能少一个家庭受害。好了，咱们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咱们这代人经历的多，以前听说的诈骗，大多发生在大街上、马路边，什么丢包分钱啦，什么冒充神医卖药啦，利用的不是咱们的同情心，就是咱们想省点钱、占点小便宜的心理。可如今呢，咱们的生活方式变了，骗子也跟着进步了。您看现在咱们出门，谁还揣着大把现金？买菜、坐车、交费，哪怕去医院，都是手机扫码或者刷卡搞定。工资、退休金也都是直接打到卡里，钱都数字化了，骗子自然也就不偷钱包了。他们把所有的坏心眼都盯在了咱们的银行账户和那部小小的手机上。听到这，可能有老朋友要说了，志霖，你说的也太玄乎了，我的手机会在我手里，银行卡在我兜里，密码在我心里，这三样东西我都看得死死的，骗子难不成是孙悟空，会72变？他们怎么可能把我钱弄走？您这么想太正常了，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个逻辑。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骗子恰恰就是利用了咱们这份自信，利用了咱们思维里一个根本想不到的盲区，钻进了一个咱们做梦都梦不到的空子。那么这个空子究竟是什么呢？骗子到底是怎么施展隔空取钱的妖术的呢？您先别急，志霖给您讲一个不久前刚刚发生的真事，您听完之后一定会恍然大悟，后背发凉。这件事的主人公是咱们的一位老邻居张大爷。那天下午，张大爷正坐在客厅里听收音机，享受悠闲的时光呢。突然，放在桌上的手机嗡嗡震了2下，他拿起来一看，是一条某银行发来的短信，白纸黑字写着：您尾号的账户于10分转入人民币50.00元。张大爷当时就懵了，心里直犯嘀咕，这不对啊，退休金刚领过，孩子也没说给我打钱，这5万块是哪来的？天上掉馅饼了。正当他盯着短信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手机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张大爷疑惑地接了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一个年轻男子带着哭腔、焦急万分的声音：大爷，大爷您好，求求您救救我吧。这一嗓子把张大爷的心都给喊揪起来了。那男青年带着哭音继续说：大爷，我对不住您，我刚才在银行 APP 上给我妈转手术费，她等着这钱救命啊。我一时心急，手抖输错了账号，把这5万块钱全打到您卡里去了。我妈现在就在医院手术室门口，就差这笔钱了。大爷，我求求您，行行好，发发慈悲，把这钱还给我吧，我给您跪下了，我给您磕头了。电话那头还真传来了咚咚的响声，像是磕头的声音。咱们老年人心肠最软，尤其是听到救命钱、老母亲手术这些话，那同情心刷一下就上来了。再加上张大爷确确实实刚刚收到了5万块的入账短信，证据就在眼前。在那个火烧眉毛的时刻，张大爷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来不及细想，只有一个念头无比清晰，这钱是人家的救命钱，不是我的，我得赶紧还回去，不能耽误人家治病救人。于是在电话那头一声声焦急的催促和哭求下，
善良的张大爷完全乱了方寸，他按照对方提供的另一个银行账号，通过手机银行急急忙忙的把刚刚到账的5万块钱原封不动的转了过去。操作完成那一刻，张大爷甚至还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可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张大爷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就已经一只脚踩进了万丈深渊，掉进了一个足以让他倾家荡产的恐怖陷阱。为什么志玲说的这么严重？这就要揭开这个骗局最核心、最阴毒也最高明的那一层画皮了。咱们现在冷静下来，抛开当时的慌乱情绪，仔细琢磨几个问题。一个陌生人要想准确无误的给您转账，他需要知道什么？最起码他得知道您的姓名，还有您银行卡的完整卡号，对不对？那么电话里那个声称转错账的年轻男子，他是怎么如此精准的知道张大爷的姓名和卡号，并且恰好就在转账后几分钟内打来电话的呢？难道真是巧合到这种地步吗？志玲在这里要郑重地告诉大家，这世上根本没有这么多巧合，所有看似巧合的背后都藏着精心设计的阴谋。唯一的真相就是张大爷的个人信息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泄露了。咱们现在生活离不开网络，网上买东西注册个 APP， 甚至参加个街头问卷调查领礼品，都可能需要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这些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收集到手，就成了他们犯罪的工具。骗子拿到了张大爷的信息后，并没有像传统盗贼那样去偷，而是玩了一招更狠的借刀杀人。他们用张大爷的身份信息去那些审核不严的网贷平台或者小额贷款公司申请了一笔贷款。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现在网上有些贷款平台为了抢客户，审核流程非常简单，有时候只需要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连人脸识别都不用就能快速放款。所以张大爷收到的那5万块钱救命钱根本不是什么粗心青年转错的，而是骗子冒充张大爷的身份，以张大爷的名义借出来的一笔贷款。这笔钱是真实的、合法的，从贷款公司打到了张大爷自己的银行卡里。可是当张大爷出于好心把这5万块钱转给所谓的失主时，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等于什么呢？这等于张大爷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了5万块，然后亲手把这5万块现金恭恭敬敬地送到了骗子的口袋里。而那份贷款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是张大爷的名字。骗子拿钱消失后，这笔债务包括高昂的本金和利息，就全部合法的落在了张大爷的头上。您说这是冤枉不冤枉？不仅没当成好人，反而凭空背上了巨债，损失了5万块真金白银，还得憋一肚子窝囊气。这就是典型的被贷款诈骗，利用信息差和咱们的善良，完成了一次罪恶的乾坤大挪移。听到这里，相信各位家人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彻底明白这个套路的凶险之处了吧？它就像一条毒蛇，静静地埋伏着，专挑咱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下口。那么重中之重的问题来了，万一咱们某一天也遇到了这种天上掉馅饼，或者银行卡里莫名其妙多出一笔钱的情况，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志玲根据警方和银行的建议，给大家总结了几条保命法则，您一定要刻在脑子里，关键时刻能救急。第一条，也是最要紧的一条，就一个字：稳。不管电话那头的人哭得多么凄惨，说得多么火烧眉毛，哪怕是说房子着火、亲人垂危，您都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稳住，告诉自己，天大的事也没有我养老钱的事大。凡是涉及到钱，特别是陌生人让您操作转账的，一律采用冷处理，不要接他的话茬，不要跟着他的节奏走。您这一稳一慢，骗子的戏就唱不下去了。他越急，您越不能急，这就为您争取了宝贵的思考和时间。第二条叫做刨根问底，卡里多了钱，您不要相信任何陌生电话里的说辞，您要相信的是您自己，是正规的金融机构。最好的处理方法绝不是自己在手机上瞎琢磨、乱操作，您应该做的是立刻带上您的身份证和那张银行卡，亲自去一趟您家附近的那家银行网点。到了柜台，您心平气和地把情况告诉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查询一下这笔钱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是从哪个个人账户转来的，
还是从某个公司、某个贷款平台打过来的。银行的系统是专业的，这笔钱的来路一查就能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相往往就在这一步之后水落石出。第3条叫做借力使力。如果银行查出来这笔钱果真来路不正，比如就是从某个网贷平台来的，或者您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不踏实，这时候您千万不能自作主张去处理这笔钱。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拨打110报警，或者直接拨打全国统一的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码96110。警察和反诈中心的同志是专业的，他们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类情况，可以指导您如何将这笔有问题的资金原路退回，或者采取必要的冻结措施，而不是让您转给骗子指定的那个黑洞账户。同时，您一定要有证据意识，把银行发来的短信、对方打来的电话号码，甚至如果可能的话，通话的录音都好好的保存下来。这些都是将来警方破案的关键线索，也是证明您清白、避免债务纠纷的重要凭证。除了刚才讲的这种针对银行卡存款的新型被贷款骗局，咱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更常见、更防不胜防的陷阱，那就是围绕手机支付设下的圈套。现在咱们出门真是一部手机走天下，太方便了。可这方便背后也藏着巨大的风险。咱们很多家人的手机都绑定了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的手机 APP，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手机突然叮咚一响，来了一条短信，或者微信上弹出一个窗口，上面写着恭喜您获得本店幸运客户大奖，点击链接领取品牌电饭煲一个，或者说您的手机积分即将过期，请立即登录此网址兑换100元现金。再或者看起来非常官方的通知您的社保卡账户出现异常，请点击链接进行身份验证，否则将影响使用。志霖在这里要大声地告诉您，这些看起来要么充满诱惑，要么一本正经的短信和链接 99.9% 都是骗子设下的钓鱼陷阱。那个链接的后面链接着的根本不是奖品，也不是官网，而是一个隐藏的木马病毒。只要您的手指头没忍住，轻轻一点，这个病毒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悄无声息地钻进您的手机里。它能在后台干什么可怕的事呢？它能偷看您手机里的通讯录，能拦截银行发给您的所有短信验证码。要知道，验证码可是支付的最后一道大门钥匙啊！它甚至能记录下您在支付时输入的密码。也就是说，从您点击那个链接的一刹那开始，您的手机就已经叛变了，它变成了骗子在千里之外就能遥控的提款机。您账户里的钱会在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一笔一笔转空。还有一个特别危险的习惯，就是贪图小便宜，连接免费的无线网络。咱们有些老哥老姐特别会过日子，出门在外舍不得用自己手机里的流量，到了商场、快餐店、火车站，看到有那种不用密码直接就能连上的免费 WiFi， 心里一喜，赶紧连上去，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免费的公共网络里混杂着很多黑客故意搭建的钓鱼 WiFi。一旦您的手机连了上去，您在上网时的一举一动，包括您浏览了哪些网页，输入了哪些账号和密码，在黑客的电脑屏幕上可能就像看电影一样清晰。这就好比您在自己家客厅数钱，却把所有的窗户和门都敞开着，外面路过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您说危险不危险？面对这些围绕手机布下的天罗地网，咱们是不是就因噎废食，从此不敢用手机支付了呢？那倒也不必，科技是好东西，咱们不能倒退。关键在于咱们要掌握安全使用的方法，给手机穿上防弹衣。首先，咱们要立下一条铁规矩，坚决不点任何来历不明的链接，不管这条短信伪装成谁发的，银行、电信公司、社保局，甚至孩子学校，只要后面带了一个需要您点击的链接，一律视作骗子，坚决不点。如果您真的担心自己的账户有问题，最保险的办法是找到该机构官方公布的客服电话，自己打过去询问，或者直接去线下的营业厅、办事窗口办理。千万不要通过短信里的链接去解决任何问题。其次，志霖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手机上安装国家反诈中心官方 APP， 您可以让孩子、孙子帮您下载好、注册好。这个软件就像一位24小时守在您手机里的电子警察，
它能智能识别和预警诈骗电话、诈骗短信，还能检测您手机里有没有偷偷安装的病毒软件。这是国家给咱们老百姓打造的防骗神器，不用就太可惜了。还有，出门在外，尽量使用您自己手机套餐里的流量。现在的流量费用其实并不高，为了省下几块钱的流量费，而去连接风险极高的公共 WiFi， 万一导致几万、几十万的养老钱受损，那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啊！如果实在需要连接无线网络，一定要确认是商家官方提供的，有密码保护的网络，而且在连接公共 WiFi 期间，切记不要进行任何转账、付款、登录网银等敏感操作。另外，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对智能手机的复杂功能可能不是很熟悉，为了保险起见，智霖还有一个笨办法，建议如果不是绝对必要，尽量不要将您存放大量养老金的主银行卡绑定在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上，您可以专门去银行办一张二类卡，或者就用一张旧的储蓄卡，里面只放1-2千块钱，专门用于日常买菜、逛街、充话费这些小额消费。这就好比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万一手机出事，账户被盗，损失也有限，不会动摇咱们的根本。这张日常消费卡就像一道防火墙，把主要的积蓄保护在了后面。如果您的子女就在身边，那是最好的。您可以让他们帮您在手机支付软件里设置一个支付限额，比如设定为单日最高消费不能超过500元，或者单笔转账不能超过1000元。一旦超过这个额度，就需要进行人脸识别或者输入更高级别的密码，这等于给您的钱袋子加上了一把安全锁，多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最后，智霖还想叮嘱一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万一，我是说万一，您感觉自己可能上当受骗了，或者发现账户有不对劲的转账记录，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好面子、怕丢人、怕被子女埋怨，而选择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孩子、家人，或者您信得过的亲戚朋友。年轻人接触新事物多，对网络诈骗的套路更了解，他们能帮您迅速分析情况，判断是否被骗，并立即协助您采取止损措施，比如挂失银行卡、报警等。时间就是金钱，在这个问题上，1分1秒的拖延都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家人是您最坚实的后盾，别独自承担。说到这里，智霖心里其实有很多感慨，想跟各位家人唠心里话。咱们这代人走过风风雨雨，什么苦都吃过，好不容易迎来了现在安稳的晚年，只求个健康、平安。可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咱们老年人来说，有时候真的不太友好。咱们的经验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骗术时，常常会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咱们也别怕，咱们有咱们的优势，咱们经得多，见得广，处事更加沉稳。只要咱们牢牢记住，不贪图意外之财，不轻信陌生人的话，遇到与钱相关的事，慢一点，稳一点，多问一句，多找个人商量一下，骗子的诡计就很难在咱们身上得逞。智霖今天花了这么长时间，把这些骗子最新的、最毒的套路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没有别的目的，就是真心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老朋友、每一位家人都能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度过晚年。咱们攒下的这些钱，是咱们晚年生活的底气，是幸福的基石，是咱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咱们必须像守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守护好它，绝不能让那些黑了心肝的骗子有丝毫可乘之机。如果您觉得智霖今天说的这些，哪怕有一句话对您有启发、有帮助，那么智霖也想请您帮一个忙，请您做一个热心的传播者，把今天这个视频或者这些防骗的道理转给您的爱人，转给您的老同事、老战友、老街坊，转到您的家庭群、朋友群里去。您的一次转发、一次提醒，可能就能点亮另一家人心里的防骗灯，可能就帮一位老兄弟、老姐妹守住了他的养老钱。这不仅仅是一份情谊，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让咱们健康之道的所有家人们手挽起手，心连着心，用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用谨慎的行动保护好自己的钱包。让我们共同筑起一道防骗的长城，把那些乌烟瘴气的骗术牢牢地挡在咱们幸福生活的外面。非常感谢各位家人能耐着性子听智霖唠叨这么多。我是智霖，在健康之道
咱们不仅要追求身体的健康，更要守护财富的平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美美，钱袋子安安稳稳，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咱们的晚年一定要过得舒心，过得安心。再见。